零下40多度的气温让湖面结下近2米厚的冰，汽车可以毫无顾忌地行驶在上面。他打开车门，伸出一条腿，这个城里来的家伙第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雄伟。他们来到湖对岸的岸边，这栋与世隔绝的小房子便是他此行的目的。花费8000块从房主手里将这里买下，前房主留给他一把猎枪，他很疑惑，我不打猎要他干嘛？送他来的司机则意味深长地说，防患于未然。临走前，前房主笑着说，对他来说，这家伙就是个大冤种。可对于追求自由的泰迪来说，他想要的就是这份寂静空旷的孤独，世间的一切再与他无关。现在他拥有的只有自由。地方虽然不大，但一个人睡刚好。到了下午，刺骨的寒风呼啸而来，让他领略了大自然的无情。食物箱被冻住，他只能拿了2袋番茄酱。直到晚上，他才发现水壶里没有水。他又来到门口，拿来一块冰，放进锅里融化。屋外刮着大风，屋里漏着小风。钻进睡袋，泰迪准备睡上一觉。半夜，他突然被冻醒，火炉里的柴已经燃尽，添上2瓣柴火，温暖的火苗再次燃起。第二天，他静静地站在湖面，感受着来之不易的宁静。他把带来的物资整理进仓房，把屋子简单的装修一番，割掉没用的窗帘，将架子摆满书籍。就这样来到了晚上，他闭上眼睛，享受着简单而又丰盈的孤独。一根蜡烛，一杯热茶，窗外的小雪不紧不慢，飘飘洒洒。然而半夜，他突然听到轰隆的巨响，他穿上衣服来到外面，发现原来那是冰面开裂的声音。他趴在地上聆听着来自大自然的音乐。倒上一杯酒，暖身又惬意。相较城市，这里的时间缓缓流淌，他自由自在，没有了生活的束缚。下午，他费了9牛2虎之力，在冰面凿了一个窟窿，他终于洗了一个热水澡。打开大门，他舒舒服服地撒了一泡。在这里，他想怎样就怎样。泰迪心血来潮，打算到冰水里泡一泡，然而身旁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吼叫声。一头熊就在不远处，他赶紧躲进水里，单枪匹马，浑身赤裸，怎么说他都不是这头熊的对手。待他离开湖边走向房子，泰迪赶紧回到浴室。棕熊进了仓房，在里面折腾了一番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没了声音。他战战兢兢地走出浴室，带来的物资都被棕熊霍霍完了。泰迪带着猎枪准备打猎，终于在森林中他发现了一只梅花鹿，他举枪瞄准，这一枪没有打中，梅花鹿受惊逃走。他追上去想再来一枪，却不小心踩到了捕兽夹。幸运的是，泰迪穿了高帮登山靴，看来打猎是没办法实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穿上滑冰鞋，拖着一个雪橇，准备到对面采购物资。在冰上滑行了5个小时，他终于见到村庄。得知泰迪的遭遇，村民推断那个捕兽夹应该是10年前的一个逃命的杀人犯留下的。这么多年，他早就横尸遍野，或者离开那个鬼地方。村民好心提醒，接下来的几天最好待在屋子里，不要出来，一场暴风雪要来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泰迪一直待在屋里，晚上他不得不睡在火炉旁，才能让自己暖和起来。隔天，他想往火炉里添柴，却发现柴火已经烧光了。他只能来到外面取些柴火，可转头却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。暴风雪将他淹没，能见度几乎为0。对此毫无经验的泰迪慌乱中走到了湖边，他在暴风雪中无助地呐喊，开枪，可空无一人的贝加尔湖畔根本就没人能听到他的声音。他绝望地跪在冰面，任由暴风雪将自己吞噬。暴风雪接近尾声，泰迪被一把拖走，一个男人背着他将他救了下来。男人将他带回小屋，点燃火炉，随后便径自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泰迪醒了过来，火炉旁也被堆满了柴火。
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更不知道是谁将他救了回来。根本就没有人在这片森林生活，他四处寻觅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泰迪决定练习一下枪法，但更多的是想引出救自己的男人。突然远处传来枪响，那个男人果然出现了。他自称是一位偷猎者，并十分严肃地提醒他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。男人提出叫他射击，剩余的子弹归他所有。就这样，男人稍加点拨，泰迪便学会瞄准了。男人接过子弹，便准备离开这里。泰迪心知肚明，他就是12年前消失在这里的杀人犯。这么多年，他是怎样活下来的？泰迪感受到了这个家伙的坚强。第二天，他主动寻找男人，不曾想，他却主动接近泰迪。泰迪真诚地向他自我介绍，并讲述村民认为他已经不在这里了。男人终于摘下面罩，露出了沧桑的样貌。他带泰迪来到森林中，泰迪算是见识了什么才叫狩猎。男人举枪，一枪命中。梅花鹿跑了没多远，便倒在地上。他们拖着战利品回到湖边小屋，泰迪给他倒了一杯酒，男人一饮而尽，这是他这么多年来喝的第一口酒。泰迪想更加的了解他，但男人还是保留了一丝防备，编造自己是湖对面的村民。他告诉泰迪这里不适合生存，随后便带着另一半鹿肉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泰迪正在劈柴，突然一架直升机出现，一个男人端着枪不断射击，他以为男人被发现了。泰迪急忙穿上衣服来到森林中，他不断呼喊，担心那个男人的安危。终于，他得到了男人的回应。泰迪这才得知这是某个暴发户猎熊来了。他们顺着血迹寻找受伤的棕熊，然而到了山顶，男人却说现在要尽快回去，暴风雪要来了。可两人紧赶慢赶，还是没能逃出暴风雪。他们只能顺着湖边不断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们都会葬身于此。经验老道的男人终于找到了希望，石墙融化的血水再次结冰后，与石墙筑起了一道屏障，而里面拥有可以躲避风雪的空间。男人用雪堵住洞口，他们暂时安全了。但泰迪被困意席卷，男人叮嘱他千万不能睡觉。为了让他提起精神，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。10几年前的某一天，他遇见了曾经军队的上司，两人举杯欢唱，一人喝了2瓶伏特加。转场后到了上司家里，上司喋喋不休地讲述他的别墅、新买的汽车、2个漂亮的女儿，还有谁上了清华北大，而他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。嫉妒、愤怒让他冲昏头脑，对上司一顿臭骂，两人打了起来。他借着酒劲儿，拿起一旁的刀子，结束了这位上司的生命。但他不能被判刑，更无法面对自己的家人孩子。这一刻，他卸下了所有防备，接受了眼前这个年轻人。阿列克谢钻出洞口，暴风雪已经离去，两人劫后余生。阿列克谢带他回到自己的木屋，泰迪看到板子上的痕迹，这么多年他一直算着时间，15年的追诉时效一过，他就可以回家了。阿列克谢拿出一张照片，再坚持3年，他就能见到孩子了。他问泰迪是否有儿女，泰迪顿了顿，他当然没有，来到这里只是为了逃避无聊空虚的生活，逃避那个碌碌无为的自己。在这里，他的确找到了他渴求的自由的精神世界。两人越走越近，让泰迪意外的是，阿列克谢竟然还有一套钓鱼的工具。两人把酒言欢，直到半夜。今天是泰迪的生日，他点燃了一根信号棒，作为庆祝生日的烟花。然而第2天一早，一辆车却缓缓驶来。阿列克谢听到声音，一看大事不妙，赶紧躲进仓房。泰迪这才发现有人要来了，他急忙收起酒杯，藏起阿列克谢的被子还有衣服，躺在床上装作若无其事。村民看到了昨晚的信号，来查看情况。他们告诫他不要再钓鱼了，马上就要开春，冰面会逐渐融化，到时候会变得很危险。一个村民的朋友想买下这个房子，但泰迪却不想卖掉，更不会离开这里。短暂的休息过后，他们终于走了。阿列克谢赶紧回到屋里，泰迪把衣服递给他，好在是虚惊一场。临走前，他告诉泰迪一定要回家去。天气逐渐转暖，但阿列克谢却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。泰迪来到阿列克谢的住处，发现那个强壮的男人居然病倒了。长期的野外生活让他患了重病。泰
泰迪扶他起床，喂他喝草药，这是阿列克谢这些年来第一次有人照顾。晚上泰迪还为他讲故事。阿列克谢突然对他说，如果他死了，不要将他埋葬，他希望自己的遗体可以沉入贝加尔湖。泰迪则希望他能坚持到与家人见面，并和他一起到外面去开药。现在已经没人抓你了。阿列克谢摇了摇头，他希望泰迪可以离开这里，回家去。Жизнь не для того, чтобы прятаться в лесу. Ты прячешься больше, чем я. Возвращайся домой. Ты нужен своим близким. 第二天，阿列克谢改变了主意，他要泰迪去外面帮他买药，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出去，送到上面写的地址。这一去便是2-3天，泰迪就这样上路了。阿列克谢站在原地，看着泰迪渐行渐远的背影。泰迪或许是想再多几次呼唤别人的名字。又或许是想再多听几次别人叫自己的名字。阿列克谢就这样叫了泰迪一路，直到他确认泰迪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。贝加尔湖已经逐渐开化，汽车难以在上面行驶。他乘坐气垫船，又转乘汽车，来到附近的城市。由于患者没来，他只能买通医生开具了处方药。由于泰迪是法国人，不懂俄文，他找到一位会英语的女士，询问了地址信息。女士告诉他，这个地址就是车站。泰迪转头来到车站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信要交给谁呀？他又找到女人，让她翻译一下信的内容。You made a part of way. Be strong. Continue. Not be afraid. You're free. 泰迪这才明白，原来这封信是给他的。Yes, you're free. 阿列克谢要送的不是信，而是泰迪。他大概知道了阿列克谢的结局。泰迪连夜赶车要回去找他，但汽车只能走一半的路，后面只能靠摩托了。在村民的指引下，他租来一辆摩托车。泰迪一刻也不想耽搁，他飞驰在贝加尔湖的冰面上，迫切地想再见阿列克谢一面。泰迪打开大门，点燃油灯。这一刻，我多希望阿列克谢只是睡着了，但泰迪却告诉我，阿列克谢已经走了。待到湖面冰层融化，泰迪带着阿列克谢乘船入湖，准备完成这位挚友的临终遗愿。他在船上坐了好久，终于将阿列克谢扔进了湖里，在上面压了一块石头。阿列克谢就这样缓缓地沉了下去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泰迪刮掉了胡子，他乘上小船，完成了阿列克谢最后的愿望。他要离开这里，回家了。这里随时都可以再来，但爱和牵绊却总是在家人身边。至此，全篇结束。该篇由小说作家希尔万泰松的真实经历改编。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逐渐失去自我，我们似乎总想逃离生活的束缚，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，认为逃避是改变现状的良药。事实上，心态才是一劳永逸的选择。阿列克谢点醒了泰迪，他消失了12年，自由了12年，却早已成了挚爱眼中的死人。多少人和泰迪一样，在生活里挣扎，碌碌无为，迷茫的自己，渴望得到片刻的自由。你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去净化，去沉淀自己的心灵。但真正的自由并非是身体上的，而是思想上的自由，是那种即使你被生活束缚着，而你仍然明白你是自由的。没有任何解说可以代替原片。好电影值得你体验完整剧情。我是顾网，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遇。